金星手。金星秀呢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棚里录，但这次呢，我想换换地儿，换换空气，我们就来到了我事业的航空母舰金星舞蹈团，录一期特别的金星秀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掌声有请金星女士！看吧！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到超能金星秀。病了你啊？怎么了？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好什么好啊？我这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条件反射。行了啊！今天咱们的金星秀，你也放松一点点啊，就我们姐弟两个轻松一下子，好吗？那就放上来。姐能够做一个下午也可以啊，这挺不错，可以啊，对吧？但姐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坐红沙发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真的是不同凡响。各位，我现在就有一种生孩子的冲动。少贫嘴了，哎，姐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平视你的眼睛。没有，第一次咱俩这么近距离的，而且有种平起平坐的感觉了。现在以前我老调侃你说你站着和坐着差不多高，今天一坐沙发，还真那么个理儿，还真是站着和坐着差不多高。不，哎，姐说个正事儿啊，咱俩今天聊的话题是啥呀？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？总结。我这刚说了跟你平起平坐，感觉挺舒服的，这怎么又整出老板范儿了？还总结开大会啊？别闹，说正经的啊！到今天为止啊，我们已经录制了132期的金星秀。过去呢，咱们金星秀每期的话题开头都是什么的那些事儿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回头看一看金星秀里的那些事儿。好，导演啊，这块回头后期加掌声音乐，那种呱呱都上了啊！行了，别毛病了。那我先给你来第一个问题啊。好。小金，有人说，自从你做了金星秀之后，你由舞蹈演员变成了明星，你开始飘飘然了，你开始忘乎所以了，你忘本了吗？欢迎来到金星手。小金，有人说，自从你做了金星秀之后，你由舞蹈演员变成了明星，你开始飘飘然了，你开始忘乎所以了，你忘本了吗？没有。上个月呢，我刚刚过完50岁的生日。人家都说了嘛，50知天命。其实对我来说啊，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知天命了。那一年，因为一个手术呢，造成了很多的失误，以后我差点永远的离开了我最热爱的舞台。当时我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那段日子我曾经想过离开这个世界，选择自杀。可以说呢，一个从鬼门关里走了一圈的人来说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什么艰难呐，什么，忘乎所以这4个字不会再出现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生活、生命对我是什么样的意义了。上世纪98年4月5日清明节，我做了一个大手术，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大手术。手术过程非常成功，但术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。在手术过程当中，他们没有照顾好我的左腿的架子跑脱了，滑到了我的小腿上，卡住了血管，肌肉高度痉挛。16个小时以后，我醒来一看，左小腿已经肿得比大腿还要粗了。这个时候，医生全来了，看着我这条左腿，赶紧到隔壁开会。诊断结果出来，小腿肌肉到脚趾间神经全部坏死，很难恢复。即使恢复过来，也是一个瘸字。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跳楼。我妈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哎呀，金星跳舞跳不好也就罢了，她跳舞跳那么好呢，跳舞是她的生命啊，这样的打击她能承受得了吗？”主刀医生也非常内疚，哎呀，我作孽呀，我把一个优秀的舞蹈家给毁了。那年姐就我28岁。是一个舞蹈演员整个职业状态最黄金的时候，编舞、跳舞、教学，那个时候我是最好的状态。我就问自己，难道结局真是这样吗？难道我真的要从此离开舞蹈，离开舞台了吗？在被窝里哭了几天，我决心不再流泪了。我对自己说，金星，
你想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爱的是那些掌声和鲜花、奖杯和荣誉，那你想清楚，那些东西真的会离你而去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瘸子了。可如果你爱的是舞蹈，那么哪怕有一天你真的站不到舞台上了，你仍然可以做和舞蹈有关系的事业。你可以去教舞，也可以去编舞，你甚至可以到大山里边教孩子们跳舞。当时下半辈子我自己都给自己规划好了。可是有一天中午，当我正呆呆的看着我的左脚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我左脚中指微微的动了一下，我兴奋坏了，因为医生当时已经宣判了我的左小腿神经全部坏死了。但我盯着我的左脚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没有坏死，它只是睡过去了。我看着它，它动了；我看着它，它又动了一下，有希望了。然后我把医生叫过来，让他们赶快给我医治我这条腿。半个月以后，我马上开始下床活动，但是还是不能走路，只能坐着轮椅到户外活动。我讨厌坐轮椅，便开始拄拐杖，从双拐变成了单拐，从单拐甩掉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路。3个月以后，我重新带着当时建立的北京现代舞团站到了舞台上。当时看我演出的同学和朋友们还很难过地说：“哎呦，金星没有原来跳得那么高了。”可医生却说，他能站在舞台上，他能重新站在舞台上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，其实这20年，金姐的左腿始终还在恢复当中，我的2条腿至今还差1公分的距离。你们看不出来吧？但这不影响我跳舞，因为我心里清楚，支撑我站在舞台上的从来不是那根神经，而是我对舞蹈和舞台的信仰。姐，我说实话，每次回看这个片段，我都难以想象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挺过来的。是，你说一个人经历了生死以后呢，什么赞誉呀、诽谤啊，有什么放不下吧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金星我唯独放不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双筷子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现在自己也很清楚，当今娱乐圈呢，主要是我们小鲜肉和小鲜花的天下。那么你本人作为一个50岁的上了岁数的老阿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像年轻人一样那么去拼呢？现在的小鲜肉、小鲜花真不会说话。说我阿姨可以把那个老字给我去掉。好好好，很简单。因为我对世界、对生活还存在着太多的好奇，因为好奇呢，就想去冒险，因为敢于冒险呢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小南，在你眼里那个50岁的老阿姨啊，那个老年人啊 ，OK， 我在我这个年龄都敢一个人去北极下雪橇，你尝试过吗？你敢吗？那一年。我去挪威去看北极光，晚上我们住在挪威最北边的一个城市里边，那里边有个游乐项目叫做狗拉雪橇，一般呢有8条那个雪地犬拉一个雪橇啊，像我们普通游客呢，你就躺在那上面，完你脑袋后边这边站着一个当地的人啊，专业的人士驾驭这个东西，那天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神经就搭错了，啊，我说的，我不要别人，你们给我4条狗就可以了。我自己来掌舵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不行，夫人，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你们现在就训练我吧。”姐，那肯定不行。怎么？那光训练那狗都得训练好多年，训练你这种资深东北老娘们一点问题没有，没问题。少跟姐姐我贫啊！几个挪威人呢，被我弄得没办法了，就那里现场教我怎么握住缰绳啊，怎么控制方向啊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就驾着我的雪橇出发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是晚上9点，虽然雪原上没有路灯，但是晚上非常的亮，全是茫茫的白雪的反光。我一坐上雪橇，没等我准备好，那狗的屁股就跟装了个火箭筒一样，噌就冲过去了。我儿子们在雪地里开跑，速度飞快。然后呢，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像坐在一辆高速行驶的即将失控的汽车上，随时都会被颠出去，根本由不得你多想。
只知道努力拽着那个缰绳，保持中心。一路风驰电掣，4条阿拉斯加雪橇狗，气也不喘的，脚也不歇的，一口气嘘，在雪地里就跑出去30多公里。等到终点站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快软了。冬天嘛，我们不穿的那种连体的羽绒服嘛，靴子嘛，我里面全都湿透了。当时看到终点了，我还是心有余悸的，心想还好我控制住几条狗啊，要不然这条狗能直接把我送到人生的终点。哎呀，有人或许说了，金星，人家游客都有规规矩矩躺着坐雪橇的，你非自己赶着雪橇啊，你是不是故意显摆呀？错，姐他们是不懂你。姐绝对不是故意显摆，那啥？姐是浑然天成的显摆。别人呆着凶，真会说话。我的这次小小的冒险，并不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年我在上海怎么说呢？年纪慢慢大了，生活呢也慢慢变得安逸了。哎，我年轻时候身上那种冒险的意志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了。肌肉退化了，你可以健身，但是如果精神退化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就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到一个相对有点危险的环境里去考验它，让它随时随地还能产生那种接受挑战的冲动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挺想去滑雪的，关键我这不没钱嘛。我要有钱，我早去滑雪了。你拉倒吧你，就你呀，你还驾雪橇呢？你有钱了，先去买雪糕吃。接下来这个问题呢，我是替广大观众向你发问的。你像在金星秀里面提过很多故事，都是来自于你的朋友。对。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出卖？不是，请问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？哎，好，我在金星秀里边提到过的朋友啊，不过是我认识的人群当中啊冰山一角。这么跟你说吧，90年代末我在北京开酒吧做老板娘的时候啊，抽着阿拉伯水烟，开个流水席，从下午3点到午夜时分，一桌人喝完了，另一桌人又跟上了，从不间断的。北京文艺圈叫得上名字的，几乎有一大半都是我的朋友。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？有件事网友们说的特别对，酒桌上的好友啊，最后有可能离你而去。当初最亲的闺蜜呢，难免也会变成一个陌路人。真正能在你生命里留下印记的朋友，最后啊，可能也就3、5个。你比如说，有一位，就是在我最落魄、最低潮的时候，朝我伸出了援助的手，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说到闺蜜呢，经常会有一种误区，就是说闺蜜嘛，不就是整天腻歪在一起的啊？哎呀，一起去洗洗脚、按按摩、烫烫头发、喝喝茶啊，一起买张机票飞巴黎买包包。对，这不是闺蜜，这是大奶俱乐部。真正的闺蜜是要走心的。前几天，所谓的一个闺蜜啊，给我打电话。上来以后，先各种各样的装啊，猜我是谁，亲爱的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我一听猜猜我是谁，我就来火了，这不电话诈骗吗？还猜猜我是谁啊？我说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否则我挂了啊！电话那头就自报家门了。哟，星儿，那么多年没见面，还这么个暴脾气呀？有空出来吃晚饭吧。我说我现在很忙啊，忙得跟那什么似的，外边的饭我都不去吃了，而且现在吃饭局多危险呐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你的节目最近好火哟，你那对红沙发，哎的事儿我也知道了，啥时候我也去坐一坐。我说算了吧，姐们儿，这沙发不能随便坐的啊，这个沙发桃花太旺，我怕你老公受不了。嘻嘻哈哈了一阵，他就开始说他的目的了。星儿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我最近在做一个化妆品的项目，你有没有兴趣投点钱，然后以你的名义啊？我说我没钱。我这话一出口啊，电话那语句就变了。哟，现在红了是不是？知道摆谱了哈？啊，你张张嘴就来钱了，赚钱不要太容易哦。我说亲爱的，姐姐我没红的时候谱也不小啊。哼，我挣钱容不容易碍你事儿啊？也不是给你挣的。然后我就感觉电话愣了一下，啊，那好吧，挂上了。姐啊，怎么了？恕小男直言呐，说你刚刚这番话确实有点太狠了。狠吗？狠。
大家觉得我这番话是不是有点狠了点儿？我跟你说说前因后果，你就知道了我说的狠不狠。我之前不是在脱口秀里跟大家说过的，我因为筹办舞蹈节，把我自己那个房子给卖了嘛，对吧？结果卖房子的时候呢，还遇到了骗子。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经济一生当中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比在国外留学那阵还要惨。钱被骗了也就算了，无家可归也就算了，关键是，哎呀妈，这二胡拉的呀！关键是大家都知道，姐姐我还在养一个金星舞蹈团呢，对吧？每个月要给演员按时发工资的，要付场租的。当时姐的状况就是这边没有收入，可这舞团呢跟抽血机一样啊，天天在抽血。姐呢又是个讲面子的人，对吧？硬着头皮就撑下来了。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我风风光光的，其实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就咬着牙在那撑着顶着呢。我这姐们儿，就刚才打电话那姐们儿那位，在我打官司之前呢，确实是好闺蜜，哎呦，天天能够黏在一起。可奇怪的是，等我这么一落魄，唰，人影都找不到了。我官司打了3年，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曾经有些不算很亲密的小姐们都看不过去了，就跟她说：“哎，你跟金星不是关系挺好的吗？你也不关心关心她呀？”你知道她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哎呦，你不知道他那房卖了多少钱吧？真是的，他很有钱的。”等我这2年翻过身来了，日子好过起来了，他逢年过节就开始给我发短信了。你说这种闺蜜，我能给她好脸色吗？姐，你说的对，我认为你刚才就骂轻了，以后逢年过节就发短信再骂骂她。我姐，你这我真有那个经历。是啊，你在外面说我坏话的时候，看我笑话的时候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还让我给你投资，跟你说话都已经很客气了。所以说，各位观众，尤其是年轻的女观众们，金姐活到现在这个年龄，才敢跟你们说这句话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真闺蜜、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，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，才能看到人心。当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有2个闺蜜给我搭了把手。其中一个，在我困难的时候，我上门向她借钱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呢是一个个性当中不会随便开口求人的一个人，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她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了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直接啪啪啪说的，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给你了，30万，连张借条都没有。我这姐们就跟我说了，星儿，我知道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不会来求我的。钱你拿去，打官司也好，还款也好，你怎么支配是你的问题。临走时还鼓励我说：“星儿，我相信你这个人肯定是碰到坎儿了，但记得住，咬咬牙一定挺过去。”姐啊，那这闺蜜现在平常你们没啥事也都在一起吧？听我讲啊，什么是闺蜜啊？当你火的时候，她远远的、静静的在看着你，绝不往你身上贴。可当你落魄的时候，他二话不说，咔，雪中送炭，拔刀相。哎，姐，说起来，你有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朋友。我记得你在金星秀录制的时候，唯一一次流眼泪就是因为他，所以说我印象特别的深刻。我搬到上海以后，曾经养过一只吉娃娃，从04年一直养到12年，很长寿。这个吉娃娃的名字叫做 Utica。Utica 呢，可以说是我爱情的见证狗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和汉斯在巴黎飞上海的航班上认识的。当时我抱着我的 Utica 上法航的飞机，法航的头等舱当时可以带不到2公斤的宠物上飞机的。我那个 Utica 1.7公斤，轻着呢，还没那个拖鞋大呢。我记得我跟汉斯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因为 Utica。我说、对不起先生，我希望这一路我的狗不会太打扰到你。我这么一说，汉斯也很绅士的说：“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你看，当时只要汉斯哪怕皱一皱眉头的话，露点一种不耐烦的眼神的话，我估计我们俩都不会走到今天的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俩夫妻对 Utica 都挺好的。汉斯呢，负责给他洗澡，我呢负责给他梳毛。那毛那么短也没什么可梳的，抹哧抹哧就完事儿了。而到了晚上呢，Utica 呢就睡在我的枕头边上。我记得有一天一早醒了以后，
我枕头上全是小血点儿，哎呀，吓得我浑身找，哎呀，我哪儿出血了？哎呀，找了半天。这时我看到尤蒂卡呀，不像一只狗了，像一只猫一样，很羞答答的躲在墙角里头，很难为情的样子。哦，我明白过来了。哎呦，尤蒂卡，你长大了，是大姑娘了。她就在那儿舔舔舌头，很不好意思的。我说没事没事了，我赶紧把床罩都换了。但后来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抱尤蒂卡，我就打喷嚏流眼泪。最初我还以为自己得了鼻炎了，过敏了。后来发现，我对狗毛开始过敏了。嘿，好好的活到30多岁以后，突然对动物毛过敏了。你看，我对我们家的尤蒂卡爱得多沉重呢啊！一开始嘛，尤蒂卡还都睡在我床上。自从我开始对狗毛过敏以后呢，就不能让它上2楼了。它还难受了好几天呢。上蹿下跳的，我说尤蒂卡不行的啊！如果你一上楼的话，我就要打喷嚏的。你要在1楼哪儿都可以去的。尤蒂卡还露出很委屈的样子，好像说：“为什么我的待遇下降了？难道到中国我的地位就变了吗？”尤蒂卡去世的那一天是个星期五，那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，尤蒂卡在门口看着我，给了我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美好的笑容。出门的时候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回头看了她一眼。心说多好看的狗啊，多漂亮啊！他也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就上班去了。晚上我有应酬到外面吃饭，正吃着呢，汉斯给我打电话说，很焦急的说：“希儿，赶紧回到家里来，家里有点事儿了。”我说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我以为是孩子怎么着了呢？我说什么事儿啊？结果汉斯在电话里还不跟我说，他说：“你快回来吧，回来就知道了。”哎呦喂，这一路给我吓的呀！开着车回到家，问汉斯怎么了？是孩子怎么了吗？汉说孩子都睡了。他说你去看看尤蒂卡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了尤蒂卡，远远的，远远的趴在那边。我过去一摸呢，身体已经凉了。我当时就特别的。我当时特别难受。我记得尤蒂卡走了以后呢，我哭了3天，3天没有出门。那几天我总能想起他给我带来的快乐，和我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我就怀念在我没有过敏的那个阵子，他每天睡在我的枕头边上，你可以感觉到一个温暖的东西，一个小心脏仍然在你身边，在你耳边跳动着。尤蒂卡走了以后呢，我再也没有养过狗狗。我也有空间，我也有条件，但是真不敢养。它跟家里人一样，小狗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负不起那个责任的话，千万不要养；如果你承担不了它的离去的话，也千万不要养。我认为我是个很强大的一个女人，但是一个尤蒂卡告诉了我，我有脆弱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怕面对死亡，面对自己喜欢的、亲爱的离去。小南啊，你记错了，咋了？录了132期的金星秀啊，我流过2次眼泪，一次是为了我们家的尤蒂卡，还有一次就是为了你呀。哎，为什么我和你家狗变成一个级别的了呢？人家网友不都叫你什么柯基男吗？来，让我们看一看啊，金星秀里男1号柯基男的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个国内知名主持人的故事吧，真人真事儿啊。这位知名主持人呢，外形条件啊可以说是特别的差。这么说吧，那是要颜值没颜值，要身材没什么身材，唯一拥有的是谜一样的自信。这位主持人呢，当年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就曾经参加过当地电视台主办的主持人大赛。当时他以半决赛满分的成绩啊进了总决赛。跟着呢，就在总决赛的第1轮，一下就被刷下来了。按照当年的审美标准啊，他绝对是因为外形太差，不像个主持人的样子嘛，所以被刷下来了。
结果呢，当宣布他被淘汰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在台上哭起来了，一边哭一边对底下所有的评委和所有的现场观众说了一番话。他究竟说什么了呢？这个主持人又是谁呢？来，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段10年前的视频。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沈南投票亮灯。非常遗憾。沈南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观众朋友讲？实际上，喜欢做主持，想做一名主持人已经很多年了。我特别开心今天能走到这一步。我希望呢，这个比赛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我才刚刚上路。今天非常的感谢。沈南一直是学校里边一个校园明星。神也为难。我非常感谢我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追逐主持人的梦想，沈南一直在路上。对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，谢谢你，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将来，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告诉大家，很多年后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回想起这一刻，曾经有一个流着泪的少年在这里对大家讲：“我是中国未来的主持星。”谢谢。好感动哦！哦，那芷来，有，这我没哭，你哭什么呀？那时候还是满脸的胶原蛋白哈。说真的，我看完确实挺感动的。每个年轻人在努力的时候啊，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路，也不知道未来你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。当我们每天起床洗脸的时候，照镜的时候，无论是男生女生，也问问自己：你是谁？我将会怎样？我准备好了吗？然后再走出家门，追求你的梦想。说当时沈南粉看看完全是出于我对主持有一个梦想，我相信我是将来未来的星。他是有感而发，那个眼泪、那个情绪带动这句话，但这句话恰恰被生活乃至生命听到了。今天一切就这么发生了。付出总是有回报的，你看怎么样，小南？终于跟金姐平起平坐了吧？而且我发现我跟你平起平坐的时候，我特别开心，为啥你知道吗？我上身长，显得比我高。对，偷着乐一会儿啊。孔子说得好，有句话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一个是你的朋友，一个呢是你的敌人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呢，你的老师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路人。你好比那一次我拍真人秀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自闭症学校的校长，直到今天，我都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那些话。这学校呢是个特殊的学校，里面有60多个孩子。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，还有少量的孩子有智力障碍。你如果刚接触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呢，你会很震惊，因为你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节目录完之后，那几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，我总感觉自己像坏人一样。我觉得是我们的出现，粗暴地扰乱了孩子们本来平静的世界。有人或许会说，金姐，既然知道这样的弊端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扛着摄像机进入那个学校呢？在那个自闭症学校，我也问过校长同样的问题。我说，作为教育工作者，你肯定知道摄影机的侵入可能对孩子们造成无形的影响和伤害。那你当初为什么同意我们来这里拍呢？这位校长没直接回答我，他说：“金老师，我给您说个故事吧。在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，长得一表人才，打眼一看，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个自闭症患者。这个小伙子对什么东西特别着迷吗？比较麻烦。他着迷的这个东西啊，是钱包。姐，这很正常，我们对钱包也很着迷。不是。他和普通成年人不一样，他不是喜欢钱，他单纯喜欢钱包的形状。一个钱包，他能玩上一天。
有一天，那个小伙子和妈妈一起坐公共汽车，上车后，一个小姑娘打开包，拿出钱包来准备刷公交卡。可能姑娘那个小钱包造型比较特别吧，被他看到了，立刻眼就开始放光了。哟，新的钱包！趁他妈妈不注意的时候，他就很自然的把手伸进人家包里边，又很自然的把钱包拿在手里边，大大方方的在那看着玩着。那边小姑娘回头一看，一个大小伙子手里拿着自己的钱包，嗷的一声尖叫说：“抓小偷！”这一车的乘客也都是好样的，路见不平，直接把小伙子啪给制服了，然后呢劈头盖脑就准备打。小伙子妈妈在旁边拦也拦不住，一边哭一边跟人解释说：“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我这孩子是自闭症，脑子有问题的。”可人家根本不相信，什么自闭症啊？说什么呢？找什么借口啊？长得人模狗样的啊，像脑出问题吗？肯定是你们母子俩串通起来骗人的，边待着去吧。不由分说，把孩子妈妈甩到一边，对着小伙子劈头盖脸就打小偷。这自闭症的孩子本来就不懂得跟人交流，大家这么一闹一打，他就怕了，越害怕越把钱包抓得死死的。哎呦！这下车上的人更气了，心想抢了钱包还不肯还了。结果乘客们对着小伙子一路猛打，打得鼻青脸肿，最后还把公共汽车开到了派出所。任凭这个妈妈在地上跪着，一路求爷爷告奶奶，声泪俱下，也没人同情。最后在派出所待了大半天，民警才给放行。为什么放了呢？医院给开了个证明。不是。民警观察了很久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得了，走吧。都待了2、3个钟头了，还在那玩钱包呢。正常人再装也装不成这个样子。说到这里，校长抬头看着我说：“金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每个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比自己的孩子多活一天。因为他们觉得，只要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们的孩子就很难生存。”最后，校长跟我说：“金老师，聋哑学生已经进入到了国民教育体系，可自闭症孩子还是被遗忘的群体。我当然知道摄像机可能对孩子们造成伤害，但我还是欢迎你们。这样的节目越多越好，让全社会能够对自闭症群体有新的认识和理解。”这位自闭症学校的校长是一位30多岁的中年女性。记得跟她见面的时候，我还跟她说客套话呢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您一个人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学校，太伟大了。”但没想到这位女校长一句话把我给噎住了。金老师，别说我伟大，我是骑虎难下。她说她在医学院刚毕业的那会儿，傻大学生一个，满脑子理想主义，立志投身于公益事业，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人类。结果呢，一脚踏进去才知道什么叫上了贼船。她说，私立学校经营太困难不说，11年了都，老公都跟我离婚了，我只能自己带着孩子苦苦地支撑着。我问她，那你没打算离开放弃吗？校长叹了口气说，想离开过多少回了，但走不掉啊。我每次想把学校关掉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家长就跪在路边求我不要放弃他们的孩子。我就下决心跟这些孩子们家长签了生死契约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会负责这些孩子到死。在这里，金姐想对我们的名人明星说的是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做公益，那么就要有这位校长的爱心和毅力。如果你们只是沽名钓誉，想通过做公益来给自己打广告，增加曝光度的话，那么这种公益不做也罢。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您问这132集的金星秀到底是什么，那我跟您说，它是一本日记，它是我和小南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分享了我的经历，他的故事和很多其他普通人的故事。别人的故事是一面镜子，通过别人的故事，大家看
能不能照到自己的影子？好了，金星秀里的那些事儿呢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接下来是金星时间，这一次的嘉宾呢，仍然是老炮冯小刚，他也是一本很厚的日记。上次我们只读了一半，今天我们会把更精彩的下半部读完的。欢迎来到金星秀。不要走开，后面更精彩。现在是金星时间。谢谢，欢迎来到超能金星时间。在上周的金星时间里呢，我和冯小刚导演聊到了他与徐帆的爱情故事，聊到了他的电影生涯中的酸甜苦辣，聊到了他对幽默感的独到理解，也聊到了他对演员和剧本的选择。很快呢，他的电影新作品《芳华》就要和观众见面了。但是我想问的是呢，为什么启用了6个新人女演员？为什么男主角选择了黄轩？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发生的怎样的故事？带着这些好奇，我们和冯小刚导演好好聊。冯小刚的电影新作《芳华》力邀著名作家严歌苓担任编剧，以70、80年代为背景，讲述了一群正值青春芳华、满怀理想的文工团成员经历着爱情萌发与人生变数的故事。谈及拍摄《芳华》的缘由，小刚导演情不自禁追溯起了自己的军旅岁月。他说：“芳是芬芳气味，华是缤纷色彩，芳华2字很符合他对那个年代的印象。”那么，为什么小刚导演会说金星是他分享电影新作的不二人选呢？说句实话，刚子，我很少在聊天节目当中聊得这么长时间的，因为真是棋逢对手，真是聊开了。我呀，一直啊不太敢来上你的节目。为啥呀？因为我觉得你是这个毫不留情的一个人，经常给人家给问的那个。没有，哎呦，我就害怕。还成，咱俩差不多。之前他们有几次说，哎，你去这个到金星那儿聊会儿去。我说我底下跟他聊吧，我别在那儿聊。没问题的。这里头跟你起哄架秧子也有关系。没有什么事儿。对，我先把茶先倒上啊。姐，那趁你喝茶的功夫，我再问一个小问题。小问题你问吧。刚刚那个小刚导演说，其实为了节目，毒舌是他。没有。其实小刚导演就是为了宣传电影什么的，就是要上很多节目嘛，路演对，还要路演什么的。那这次来金星秀是公司安排说必须得来吗？不是，这个是这样，就是他呢就有一句话让我很愿意跟他聊。他说：“小刚，这电影我可特别关注。”你得让我看这电影，对，我太有的发言权了，对呀，因为这个电影应该说它是目标观众，就是，所以60、70年代生人的，在那会长大的。我拍的是主角是跳舞的，他是跳舞的，对呀，我拍的是那个时代的，他是那个时代的，我拍的是部队文工团的，他是部队文工团的，所有这一切。在和他聊《芳华》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主持人没有一个对屈居2位的都没有。而且他那个电影里的舞蹈作品，我们团全跳过，《草原女民兵》什么都跳过的呀，每个动作我都记得。行军路上，对，行军路上，战马思明，对。洗衣歌，边疆女民兵，对，这都是我们的保留剧目，全军的保留剧目啊。就为你而拍是吧？不是，看完以后觉得他太熟悉，感觉是重新把我儿时那种感觉找回来了。谈到了芳华，电影里的芳华和你自己的芳华一样吗？有重合吧？有重合。作为电影导演说的，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拍一个文工团题材的电影。其实好多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拍《芳华》？对。我实际上我是由于一个小的细节想拍这个，就是我去文工团了之后，我的美术组在1层，舞蹈队住在宿舍在3层。3层对。每天舞蹈队的人排练完了，从这儿进去上楼，完了去洗澡，从这儿又出去吃饭，来回来去，反正在我们这美术组每天都美女飘过门前过，那么。他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我觉得最美的时候就是，他们那个练完功，他们去这个澡堂子洗完澡，澡堂去洗完澡的时候，笑着，底下穿那绿的裙子，光着脚，穿一个凉鞋，我就觉得
太美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我经常会想办法在他们走过来的路上找一个折野，从那路上迎面走过去，就为了看看他们这种。有时候这个往食堂走过去了，他们没过来，我再回来拿着饭盒再走一趟，有时候能走3趟才能和他们碰上。有一次拿个盆但是真正你碰上他们的时候，其实你被他们那种气息逼迫的，其实你并不敢看他们，就不敢看他们了，对、啊。其实你是低着头过去的，对，就这么一个交错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内心的那种激动啊，那种澎湃。走过3遍，最后一个荷尔蒙的交错，能让他幸福1天。而且那个就是你也不是对具体某一个人，不是，就是对他们一群，他是那个画面那种，我特别能知道。其实是源于这样一个细节，让我对当了导演之后想拍文工团的时候，其实首先想到的是这个画面，然后再想我们要拍文工团的很多的故事。这个他做到了。前2天导演专门给我看了一个样片，我看了一遍，那真是一道风景线。女演员真好看，而且没什么，那时候也没有化妆品，全是纯天然的美女。没有，所以我为什么我这回选芳华的女演员的时候，大家说我有点矫情哈，就是整过容的不要啊。对，这个因为你想那个时候，不管她长得好看难看，舞蹈队也不是长得都跟妖精似的，对，是吧？没有，要跳。也有特别就是长得很一般的，很一般的。对。但是在我眼睛里，她们都是美的。尤其一穿上军装就更美，气质就好。军装是抬人，所以你要是一个整容的一个脸，去来演那个时期的那些女孩，就是我是过不去的。我是觉得她不是，对，不像，她不是那个人，对，她神态都不像的。这个谁？这谁？这是苗苗啊，苗苗在里头演何小平。这个也是，这是演丁丁的那个彩玉演林丁丁的，对，演丁丁的演上海女孩的。还有呢，李晓峰拉手风琴的，对，拉手高干子女的，干部子弟的。这个是穗子吧？这不是，这是那个小芭蕾。小芭蕾啊，对，你看都漂亮。这是卓玛。卓玛啊，她真是藏族演员吗？她是藏族。哦，真藏族演员哈。肖穗子。哦，这叫钟楚曦。哦，这个跟我原来在我团一个演员特别像，他是典型的60年代60、70年代文工团女演员的形象。我觉得他是最典型的。就是我找了大概差不多看了有将近1000个女孩吧。真的假的？不至于吧？就每一次来个100多个。条件是不是把脸全洗干净了？对。就是2种，我就是一来啪一站，10个人一组站这儿，我先往外摘，你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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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么说呀？对，我不要耽误他们时间，我也不想耽误我时间。你比如说啊，打扮的跟那个混社会的似的，你不是去夜总会面试去了是吧？当然，你是来见导演来了。对，就是正好现在。这个播出的时候会有很多想演戏的这些女孩们，少男少女，就是我给他们提一个建议，就是女孩就是你去面试见导演见听好了，我认为你应该是素颜的，你应该是朴素的穿着来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学生，你就是一个学生的穿着。但人家想着见大导演，我一定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一眼就把你给打倒啊。其实你是漂亮的，你就不要让别的去干扰嘛。是，那还有好多穿的那什么网眼那丝袜呀，那有点过了。小短裙啊，穿的特别像一小阔太太似的。对。其实一个女孩穿一个短袖的文化衫，背一双肩背来了，我天然就有好感。当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跟我是一个看法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样喜欢天然的，对，但你手下的副导演可能喜欢那一款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下边的副导演他是知道我这。最后从上千名当中选出了多少？选出这10个不到吧？不是，集中在30多个女孩吧？就是但是又开始出现问题，就是说你得会跳舞，你得会一样乐器，对，你得会唱歌，对，就是有很多。会跳舞的基本功非常好的，但是他演戏不行，形象不行。对，那你要是又会演戏，演戏自然，然后又舞蹈的基本功要特别好，因为金星你是行家，就是你看到我们的那些舞蹈队的女演员，从功夫上来说，我觉得可能并不是
按专业不是最好的，哎，对对对。但在你的作品当中，《芳华》里边足够了。对对对。对那个人物的解释足够了，关键他又会演戏。对他起码让人觉得，他们肯定是专业的。如果我找一群明星来演这个戏，可能会增加上映之前会增加媒体极大的关注度。比如说这6个女孩，我可以找6个女明星来。对，那完了没味道了，完全不对。最火的，对，然后再加上黄轩这样男明星。对。但是那我就要面临着一个问题，就是哪怕这6个女明星，因为拍我的戏都不开天价，对。那，但是人家就是说，那我比如说我提前3天进组，对，是吧？既然我在你这不挣钱，我得到别的地儿挣钱去吧。对，就这种。但是我这些小孩，我是让他们从8月份开始进组的，先聊，先熟悉，喝几顿大酒，敞开了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把你们那自尊心都放下，然后呢，读剧本，围读，从9月份开始把剧本放下，排练舞蹈。我电影里可能出现了3个舞蹈，我让他们排的是6个舞蹈，天天排练。那我一问那舞蹈老师说，一个草原女明星要真正排好，按说是起码要2个月。是，那我们就要突击。那我是11月5号开拍的，我是8月份开始集中的，8、9、10、11、12， 5个月几乎啊。5个月。那没有明星会给你5个月，那他经纪人又疯了，公司也不干了，然后乐队的是提前2个多月。其实你为了这个电影说完全重组了一个文工团。我是34个人的乐队，30个人舞蹈队，33个人的舞蹈队，完了还有唱歌的，对，还有后勤的，对，是吧？完了，这个70、80人已经在一起待了几个月了，住集体宿舍。就需要这个，住在这儿，好电影需要这样。这个苗苗演这个何小平是这个角色是被孤立的，你们从现在开始欺负他，孤立他，就不理他。他们真的会欺负他呀，真的弄得那个女孩很委屈啊。就是到我开拍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文工团。就是一个组建了几个月的，他们已经很融入这个氛围了，就是那种完全拿着练功鞋，穿着军装，就是往排练场走，每天下午排练去。哎呀，我看着他们，我就特别像回到原来那个年代。他自己弄了个时光隧道，对，5个月的时光隧道，把这个文工团组建起来，慢慢回到那个他最有感触的那个地方，说电影开拍，开机。我觉得《芳华》应该就是一种美好的回忆，有欢声笑语，有酸甜苦辣，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孩，她们的故事，不是含苞待放，可能比较短暂。我觉得就是青春吧。我觉得《芳华》还是应该是一些崭新的面孔。当时是第一次感觉导演很没有距离感，接触久了以后就觉得很善良，然后很仗义的一个人。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尊敬。大家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他已走出半生，但归来仍是少年。这个特别美，特别好。这个过程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吧。为了这个角色拼了，这一切都非常美好。那个海报谁设计的？是你给参与的吧？一双军胶鞋，一双芭蕾舞鞋啊，那是就是我们那设计师，他这个确实是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想法，不是我的这个 idea。对，这个特别有文艺范儿，而且应该再破一点，而且一下就点题了，特别好。就是那个军球鞋和那个芭蕾舞鞋啊，对，这个特别点题，特别好看。对。然后这里头确实我们也在想，因为我们要给今天，不仅给
我们这一代人看，对，这一代人看是非常有感触的。对，同时我们要给现在的年轻人看，80后、90后没有看。因为在片尾时候我们缀了一句话，仅以此片献给我们和你们的芳华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确实有一大波观众群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层或者比我们更大的，你没有他们想看的电影。你要这年龄层的，你让他看变形金刚去，他确实完全没感觉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他觉得我对这没关系，没兴趣。对，你让他去看哈利波特去，他也没兴趣。但是这波人的购买力可不弱。对哦，这最有强的。你想想，这波人现在是吧，都是一家之主，一个企业之主。对。比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，《老炮儿》这部电影，对不对？一上映的那时候。我们好像只有6000万的票房吧，跟我们同天上映的，人家都1亿5000多万的票房一天，那所有人就说完了这部片子，是吧？但是我当时在微博上我说，给我们3天的时间，别着急，3天以后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这个电影开始发力，完了一路的，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高，最后这个电影居然卖了9亿多票房，那是因为。开始这个年龄层的观众想去看了，都不是买1张票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《芳华》，我相信它也和老炮在这方面有类似的情况。首先，所有当过兵的人看这个片子都是非常有感受的，哪怕现在在军营里的人，他们也是有感受的，就更甭提那个时代的了。它会带来很多的。老战友的聚会，对，老同学的聚会，对。然后这些年轻的孩子们、观众们会想，我也孝敬我爹妈。终于有这么一电影是爹妈可以看的。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。所以，而且我们会推出一个发行上推出一个什么政策呢？我们愿意每天每一场，都拿出5张10张票来，免费给持复转军人证件和现役。军人证的，免费给他看，是吧？这是过生日那天发的吧？人到60正芳华，活了一个甲子，平生最爱3件事：电影、女人、饺子。感恩生命，感恩芳华。太喜欢这张照片了，是不是？饺子是怎么回事？爱吃饺子呀！我是不饿的时候我都可以吃。好，网友们给他写个微博，回复他神回复。感谢冯导选了轩哥这么好的演员。小刚回复说：“是轩哥选了我。”哎呀，黄轩是怎么找到的？黄轩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副导演，一个女孩跟我说，她说现在有一个男演员黄轩非常那个火，就是他们很喜欢，是就我们这剧组的年轻的人，他们很喜欢他，对，很会演戏，而且觉得很符合我们这个角色。我就请黄轩来吃了个饭，跟他聊了聊天，他话不多，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气质，对，还有他平常为人处事的态度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男主人公这个刘峰，这个是一个严歌苓写的是一个活雷锋，对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对，他的形象，他的眼神是给你这种感觉，是，他会去，对，然后整个这个拍摄的过程中，比如我举一个例子。他在我们整个摄制组，我的要求是，除了黄轩儿，谁也不许带经纪人，谁也不许带助理到我这组里来。你们都是年轻的，虽然都签了公司了，对。现在的公司就是这种，你只要签约他了，他这就像一标配似的。对，他你就是一个新人，对，他也给你上摄制组也给你派一个助理陪着你，帮你打饭，帮你拿剧本，帮你这个拿椅子。对。那我说。我拍70年代文工团的这些人，这些孩子谁在那个时候有人给他们拿椅子，有人给他们打饭，对，谁也不许带。当然黄轩是个明星哈，他有时候会有粉丝啊，这围观呀。我说黄轩可以，但是黄轩只带了一个助理，而且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，他为了让这6个女孩不要被影响，对，他觉得他们都不带，所以从拍摄第1天我就注意到，在中午打饭的时候，他那助理要去给他打饭的时候，他突然悄悄跟那助理说：“我自己去。”
你离远点儿，我有事儿需要你，你再过来。在这个事儿组，他是什么事儿都是自己去做的。基本的演员的素养好，演员素养好。因为我觉得这个，以那么多演员，你为什么专挑了这个演员和他合作了？其实这是一个缘分，缘分绝对缘分。这是一种互相的选择。对，在我们选择黄轩的时候，现在有非常多的戏找他，他也在选择导演，选择这个剧本。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。对，双向选择。为什么是爱女人而不是爱徐帆呢？刚子怎么回答的？刚子说的宽点嘛，还有妈和闺女呢。你的狡猾的大大的。是不是？对呀，人说的没错啊，老婆是要爱，但还有妈呢，还有闺女呢。对，别把话说死了。对，看吧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大大的狡猾。对，大大的狡猾。每个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文工团，这是网友说的哈，冯导说的，半个文工团吧，团里还有一半是男的。男的咱就不往心里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刚子这个幽默，冯氏幽默，他可不是什么编剧给写出来的，最后提炼出来的还是导演提炼出来，所以他那些电影的幽默咱就不奇怪了啊。这个还有呢，连看2届金马，1影帝1最佳导演，6爷多拍多演，生日快乐。小刚回答说：“谁让我姓冯呢？命里有2马。”漂亮吧？你看这回答，这才叫神回复，这个更厉害了哈。为了证明我是真爱影迷，我看了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永是我爱》《情商》《一地鸡毛》《冤家》，一地鸡毛也是你拍的？对。刘震云的东西我知道，《冤家父子》、甲方乙方不见不散，没完没了，一声叹息，大腕儿，关中刀客、手机、天下无贼、夜宴、唐山大地震、集结号、非诚勿扰1、非诚勿扰2、私人定制，我叫潘金莲，求冯小刚翻我的牌子，冯小刚回了一个宠你了，真逗。我总结一下您的电影哈，我个人认为哈，小刚电影，这是我个人认为啊，您完全否定我的啊，我说的不对的话，我觉得思想系列有集结号、唐山大地震、1942，我不是潘金莲，这个导演有思考的，然后黑色幽默，大腕儿、手机、天下无贼，这属于黑色幽默的，还有情节片，芳华。所以这是你的情节，这有心结的。对。完了，主演的老炮儿也是情节的。对。是吧？我这么归几个类的，但我其实我个人欣赏什么呢？每年的贺岁片、喜剧片给带来的快乐咱不说了哈，我更喜欢小刚的思想片。就《集结号》，到目前为止，咱们近10年来好的一个战争题材的片，《集结号》拍的是最有水准的。然后1942虽然票房不好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中国观众的看的东西。还有唐山大地震，这几个都很好。90年代以来，作为中国内地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，冯小刚导演获得过中国电影华表奖、金鸡奖、台湾电影金马奖，被鲜花和掌声包围，丝毫没有影响他持续创作的热情。他能驾驭各种影片类型，也挖掘了大量优秀演员，做过美工、剧务、编剧，丰富的从业经历使他在2014年玩起了跨界，成为了那一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。前2年你又做了个春晚导演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您做过编剧，然后自己在文工团待过，所以电影导演所以他知道啊，你给春晚还编过东西呢是吧？编过小品呢。也就是原来给那个冯巩他们写过一些，所以现在就明白他原来做春晚不是那种空穴来风啊，随便咱们冲个大导演来做个导演不是。你知道我原来在文工团的时候，我的很大的强项是装台卸台、装车。你在那个时期的文工团待过，你知道，如果你要不会装这车，就文工团出去演出，连景片道具这些东西、地毯，你要不会装。如果3卡车能装下，你不会装，你能装6卡车。是。因为他要拿2边的景片打这个起来，对，打个使这个体积变得更大。对。完了这个箱子怎么摞起来？箱子怎么摞？什么样的箱子放哪儿？什么然后地毯最后架在上边，怎么弄？压重一下的给它。这个纱这个绳子怎么弄？我这些那时候都干过。对，我可以一个人指挥几个当兵的战士，装车，然后我指挥他们怎么装，绝不会是3车能装在他的东西放到4个卡车上。你在影待了几年？在影？我
战友文工团啊，我和战友文工团。我77年我先去了坦克6师的宣传队，我又去了海政歌剧团，给帮助了半年的工作，画那个歌剧的布景，然后我就在78年去了战友文工团。哪年转业的？我是84年转业的。84年，我正好比你晚了10年，我也是78年兵，我是94年离开的，很好。姐，我好奇一点啊，就刚刚聊春晚，然后突然间就聊到那个装卸车了。现在是金星时间。好奇一点啊，就刚刚聊春晚，然后突然间就聊到那个装卸车了。不是，就是他说春晚这事儿，就说你什么行当都干过。对，这个包括这个摄制组，我也干过剧务，就是比如说打前站，这个找这个便宜的招待所，啥都干过。然后这个食堂什么标准跟人谈去，打前站我什么都干。春晚的导演一定是各行各路天上地下全明白才可以。咱就聊到了电影，都聊到了，夫人也聊到了，现象也聊到了，什么都聊到了。咱的下一代，现在大闺女多大了？今年是17年，27了。哦，哎，刘震云的女儿现在搞什么？也学拍电影，准备做导演了。那对他们，这个震云那个女儿和我大女儿，他们俩都是纽约大学的那个毕业的，电影专业的吧？对，都是电影专业的，都是学这个导演的，都学导演的，都是在那儿读的研究生。那他学导演是受你影响，还是你给他指的那条路呢？我给他指的路。女孩当初高中毕业，他对这个电影这个完全没有在意这事儿。对呀。那我说你要去考电影学院，然后他考的制片管理系，其实他的文化课考的分非常高，就是在电影学院里头，他的分儿，因为他是可以上1本的分儿。对。但是，因为他原来就是拼命在学习，那么后来我说你就去考电影学院吧。等他一上了电影学院之后，他开始跟我说：“他说爸爸，你特别感谢你让我学了电影，我觉得确实有意思，所以他就觉得要继续学，就又报考了纽约大学，到纽约大学学专业就导演专业了，纯导演专业了。对，哇，这将来这丫头也好哈，也不会有父亲的压力吧？父亲是个有名的。他在准备他的第一个作品，这个我说你也不用着急，第一个作品的时候你要真诚的面对你内心最喜欢的东西来拍。我觉得好像电影导演还是要真诚一下，就不要过早的被市场或周围所左右或绑架了。对，这一绑架就完蛋了。对，今天我有个小礼物准备给，就刚才你说那个大女儿啊，翻着来我送给她了呀。所以说这个专门给大女儿准备的。祝她有一个好的成绩。哎呦，是我们的金玻璃钻石对我们的节目的一个钻石，对吧？也是我们的节目的 logo。所以说阿姨送给漂亮大小姐的，对呀，祝她取得好成绩啊，对吧？别受她爸的干扰，对吧？得超越她爸爸呀，对吧？我替思思谢谢金星阿姨。现在是金星时间。芳华什么时候上芳华？9月30号，在国庆节上映。国庆节，哦，那好看了。9月30号，芳华，我真的很期待。很多年轻的孩子们，80后、90后，我希望你们走进影院，看看7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对爱情、对美好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，寻找一下你的芳华在哪里。当你还没有找到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父辈的芳华是什么样的。感谢我们的冯导，谢谢。